叔叔你好，你有见过我的爸爸赛罗奥特曼吗？他去打怪兽了，一直没有回家。我知道他就在附近，可是我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他。你说的是那个浑身没有一点能量的黑暗奥特曼吗？我刚刚经过养猪场的时候，看见他跟一群猪在一起，我不确定那是不是你的爸爸。我现在就带你过去找他吧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叔叔。你看这是不是你的爸爸？爸爸下那么大的雪，你怎么躲在这里不回家呀？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，小赛罗好担心你啊。小赛罗，爸爸中了怪兽的黑暗魔法，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爸爸没脸回家见你们，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快点回家吧，爸爸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待在这里。爸爸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，你都是我最好的爸爸。不要丢下小赛罗一个人在家好吗？小赛罗一个人好害怕呀。我们去光之国吧，奥特之父爷爷一定有办法帮你恢复能量的。小赛罗，我的好儿子。小赛罗，别乱跑，这里太危险了。你要出去玩，也要等我陪你一起啊。格丽乔妹妹，原来是你啊！等一下，怎么还有贝利亚在那里？小赛罗，快过来！危险！他能有什么危险？我倒是觉得我们和你在一起才是真的危险了。你快离我们远一点！为什么啊？你回头看看家里都破成什么样了，晚上睡觉都漏风。你再看看客厅的窗户，喊了多久了，一直都没修好。我要你做什么？我们已经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加入黑暗军团了。那里什么都有，比你这里舒服多了。还有你这些破相片，还是留给你自己看吧。长得那么丑，怎么可能有人喜欢你？还要给你光。小赛罗，我们走。赛罗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以为还会有人喜欢你吗？别做梦了。只能说给自己听，仰着头，不要让眼泪失控。当理由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，我不想听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空气里弥漫着心痛。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中真空。宇宙街溜子小戴拿着没有芭比 Q 的，老大的东西顺上演了。芭比 Q 了，完了！上集我们说到，小迪迦学会了8分光轮，大材小用的拿来表演了一段水果切，没控制好光轮，碰到石头飞出了地球。另一个不知名星球上的小达子正自恋的听着歌，吃好烧烤，准备烤个怪兽当午餐。好巧不巧的，小迪迦的光轮直接落在了怪兽身上。难道这光轮还有自动寻怪功能？不对，这不是自动寻怪功能，这是自带回收功能啊！只见光轮带着怪兽，连小拿子不知道在哪看的收音机，还有小戴拿一起给吸走了。小戴拿在传输通道内，还紧紧抱着收音机。眼见后面怪兽分裂出越来越多的怪兽，小拿子一点都不慌。你分裂再多也不是我对手。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怪兽给顶飞了出去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落地的小戴拿连忙坐起身，发现自己来到了地球。细心的小伙伴都能看出来，这正是小迪迦新建立的家。小拿子这回估计又要倒霉了，这小子有前科呀！以前他给大哥小迪迦捣乱，什么砸坏小迪迦的豪华厕所，让他尝了一下石头的硬度，偷摸大哥的音箱和遮阳伞自己享用，导致小迪迦变成黑暗形态，送了他一拳让他免费遨游宇宙。这次你看看后面小迪迦的脸色，还有旁边上一吨的锤子，就知道这回小戴拿芭比 Q 了。注意看，慈爱战士小高斯刚调节好大地和海洋之间的矛盾，回到猪男行星，正看着自己最爱的番剧。对了，有谁知道小高斯看的动漫叫什么名字？忘告知哟。不愧是小高斯，连看的电视都是乐于助人、积极向上的呢。就在这时，觉得烤龙虾没意思的小戴拿传送了过来，看到小高斯的电视不错，心想自己沙滩上正好插台电视，于是往小高斯脚下丢了个传送门，就连人带电视还有天线都给传送走了。这家伙有点霸道哦，抢夺了小高斯电视就算了，由于孤岛上电视没信号，还让小高斯给他当天线宝宝。小高斯也太善良了吧！伙伴们觉得小戴拿是不是该打？你说什么？啊！停！别往下滑了，听我说，你很棒，我爱你。OK，
黑花走了。由于赛罗6·1儿童节没有带小赛罗去游乐场玩，格力乔答应他们姐弟俩来到了现在的糖果屋，这里绝对是小朋友和女生的最爱呀。小赛罗，你和姐姐待会就在这里玩，爸爸出去打怪兽没能带你去游乐场玩，今天你们姐弟玩个痛快，我等会给你们多拍几张相片，到时候给你爸爸看看。耶，这里好多糖果呀！姐姐，我好喜欢这里呀！太开心了，妈妈，谢谢你带我们来这里玩。就在这时，赛罗从天上摔了下来，几次举起手想喊格力乔他们，不过就在赛罗要转身离开的时候，格力乔发现了他。你别过来，赶紧离开，不然我就要开炮了。乔妹妹，我是赛罗啊！你才不是我的赛罗哥哥，快滚吧！你不是我的赛罗爸爸，赶紧离开！我的爸爸屁股后面可没有长尾巴。这不是赛罗吗？怎么变成这副德行了？以前不是很威风吗？现在怎么长出我们一样的尾巴？哎呀，不过可惜呀，你再怎么像怪兽，我们也不会让你加入的。滚吧你！然而大家都不知道，他真的是赛罗，他被贝利亚黑化。赛罗太可怜了，也没有人给他光。他白天躲在脏乱的垃圾堆旁休息，晚上还用自己仅存的一点光之能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需要人类相信的光才能去掉这个尾巴。现在大家都讨厌我，没有人愿意给我光，这可怎么办？赛罗，你看看都几点了，小格力乔还没回家，你怎么还有心情喝酒？妈妈，不好了！有几个长得特别奇怪的怪兽一直追着我，我好害怕呀！快点让爸爸来救我呀！小格里乔，你别害怕，快点把你的神光棒拿出来，它能释放大量光之力量，可以镇压所有的怪兽。你快点拿出来试试，爸爸马上就去救你。爸爸，神光棒发挥作用了，这只怪兽已经不敢动了，可是神光棒的能量越来越少了，很快就要熄灭了，你快点来啊！小格力，你要坚持住呀！神光棒能量不多了，我现在就把你的可爱照片发出来，让你吸收更多的光，这样神光棒就不会熄灭了。3, 2, 1, go! When you love me， 我有很多知情文，一生一笑，清醒都可以保证对你100%的专情。哎呦哎呦 ，I love you baby， 哎呦哎呦 ，I love you baby。注意看，礼貌的奥特练习生小赖克瑟斯弯腰敬礼，感谢导师们的鼓励。画面一转，导师席上小戴拿怎么又躺下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事情起因还得从小赖克瑟斯刚出生说起。话说小赖克瑟斯打倒小戴拿后，飞身来到小光和小梦面前，很有礼貌地向前辈们鞠了一躬。当然，小赖克瑟斯刚来，要想融入奥特曼这个大家庭里面，得有一个过程，所以奥特练习生就应运而生了。练习了2年半的小赖，作为第一位正式登场的奥特曼练习生，应导师小光、小梦还有小胖拿的要求，表演一段才艺。但是在表演过程中却被导师小胖拿无情打断，小赖觉得自己的尊严被侵犯，气不过的他用实力教育了导师小胖拿。受伤的怎么总是小胖拿呀？并为导师们友好的鞠了一躬，获得了其余导师的肯定。所以不要轻易且过早的否定别人。关于小赖的做法，你怎么看？大家都知道奥特幼崽们的这个沙滩大本营里面的东西，通过各位奥特幼崽们的努力，已经快要规制完全了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小胖拿的功劳，觉得小戴拿老苦功高的给他来点鲜花吧。那么奥特幼崽最开始是如何来到地球的呢？那第一位来到这里的幼崽奥特曼又是谁呢？当然是小迪迦了。想看小迪迦是怎么来到地球，并且找到这沙滩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大本营的吗？点个赞，我们就开始。一天，小迪迦在宇宙中巡逻飞行，突然被陨石砸中，直直的飞向了地球，并且发生了大爆炸。从爆炸中心又被炸飞的小迪迦，径直被炸到了一处无人的沙滩。被炸晕了的小迪迦正蒙圈呢，转头看见自己的小书包着火了，赶紧跑过去抬脚就踩。小迪迦见这里也没人，就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家了。那么最先要解决的肯定是生计问题，于是就有了迪迦打小怪兽，然后被怪兽妈妈追的画面。小迪迦吃了也要拉呀，于是就又有了迪迦版豪华厕所。
可惜被从天而降的小胖拿给砸塌了。至于小戴拿和后面的小奥特幼崽是怎么来到地球的，你们都知道了，我就不一一讲述了。如果实在要我说，请在评论区留言吧，谁的点赞多，我就听谁的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这天，小迪迦得知小莱克瑟斯被小邪恶迪迦暗黑三人组欺负了，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就要去找回场子。为了赶时间，把空我的单车借了过来，一路杂耍带炫技，就来到了小黑暗三人组面前，一个左前蹬就踹倒了小邪恶迪迦。收拾完小黑暗三人组的小迪迦心情不错，在 Milk 家里听着音乐自嗨了起来。这时该溜子小胖拿把小迪迦的音响给偷跑了，气人的是这家伙竟然还放了一个电视模型在大佬家里面。小迪迦很生气，一脚就把电视模型给踢飞了。哦豁，这一脚居然招来了大佬家里面的机器人管家，一炮把小迪迦给炸成了黑炭。这时候的小胖拿还在唱歌跳舞，变成黑色的小迪迦气不打一处来，一脚飞踢，总算把该溜子给收拾了。你看这家伙乖乖的打野去了。上回说到贝利亚从时空裂缝中出来，他变得更加强大了，并且还唤醒了沉睡的怪兽，开始大肆的破坏城市，大家都被打倒了。泽塔在师傅赛罗奥特曼的掩护下才得以逃脱，乘坐贝利亚军团的时光穿梭机来到了现在的光之国寻求帮助。从时光机下来后，就赶紧向各位奥特曼前辈借力量。关掉收音机。这时佐菲队长来到泽塔面前，让泽塔介绍一下自己。你是谁？来自哪里？于是泽塔就跟大家介绍说自己来自遥远的未来，是赛罗奥特曼的徒弟。城市被贝利亚给破坏并占据，乘坐穿梭机来到光之国，是向各位前辈寻求帮助的。你是在说贝利亚吗？这时奥特之父从天而降，在得知了贝利亚的恶行后，这可恶的贝利亚不可饶恕。突然泽塔感觉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，众奥立马飞到空中进行查看。只见空中光芒一闪，那熟悉的气息和声音响彻天际。你们知道这新出现的奥特曼是谁吗？他会在光之国和众奥特前辈发生怎么样的故事？下期视频我们揭晓答案，敬请期待吧。来了来了，时隔多日没有的大佬终于更新了。本期视频内容先看展示。2023年春节，小戴拿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后，一直没有展示自己厨艺的机会。现2024年元宵佳节，小达子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大哥虐我千百遍，我待大哥如初恋的真实情感。夜幕初垂，小迪迦就躺在摇摇椅上听起了戏。你看桌上的茶壶，还有果盘，小迪迦这是过上了老年生活了呀。我们看旁边的小拿子在干嘛？这是画面不敢看，看过电影高兴，里面的真打鸡蛋的自行脑补。画面一转，原来是小拿子在摇奶茶，这玩意喝之前还得摇一摇，不知道是谁的创意。打扰大哥肯定没好下场。这不，奶茶刚喝一口就被迪迦丢石头给砸小拿子头上了。本以为这下清静了，谁知这些溜子用8分光轮再锯木材。说起来光轮这么用，最开始还是迪迦刚到地球上开发的。话说这拿子也还行，锯了木头还不忘把木屑吸走，过年就得干干净净。小戴拿讲究，小迪迦这会脸都黑了，忘我的小拿子依然做着自己的事。大哥喜欢的现榨橙汁必须安排上，各种炒菜不能少。随着切菜声音不断加大，小拿子正炒着自己的拿手菜时，小迪迦是再也忍不了了，随手拿起一瓶笑哈哈 AD 钙酒就丢了过去。随着砰的一声，小拿子这爆炸头堪比村头的香香美发师做的头发。世界终于安静了，小迪迦正打算再次享受老年生活时，噪音又来了。小迪迦气的灯再次亮，一个打挺就准备好好收拾一下欠揍的小戴拿。结果搞笑而温馨的画面出现了，原来是小戴拿为大哥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宴，邀请大哥共进晚餐。都看到这里了，
小伙伴们给小拿子点个赞吧！你看小拿子手舞足蹈的样子，真希望这份开心能够传递下去。最后祝大家天天都像小拿子一样开开心心。